只因为不是白毛，这群少年少女就沦为了战争机器，但大家即便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也会努力过好当下。他们先锋队刚组建的时候有这么多同伴呢，大家还一起在樱花树下赏花，开着大亚和安琪的玩笑，又聊起管制指挥官里有一位大小姐，他们就凭借刻板印象给那位大小姐画了幅肖像画，毕竟是被圈养在铁幕之内的白猪，说不定还是那种心怀慈悲想拯救他们可怜的八路的女神大人。这些人这时候不会知道，那位大小姐在之后真的成为了他们的管制指挥官。他们不需要思考未来，因为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未来。这时天边划过了流星，刚刚还在跟星爷打招呼的众人纷纷跑了过去。一转眼过去了4个月，当初有小20人的先锋队现在已经少了1半多。很快队友的声音打断了星爷的沉思，紧接着雷娜也加入了讨论。这是上次他听到亡灵的声音后第一场战斗，其他人都表示太痛苦的话可以放弃指挥，雷娜自然不会放弃，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念。这一场战斗是在原野上，没有树木之外的掩体，偏偏对面有长距离炮击型无人机，一通轰炸之后，到处都是遮掩视线的尘烟，而且敌人还学聪明了，知道他们针对他们的前进路线进行了埋伏，先是轮番轰击适合躲藏的地点，再用战车型解决暴露的目标。先锋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，女队员鬼火被炮弹击中摔落山崖，结界的门也被撞开了，但是其他人的距离太远，无法立刻前去支援。离得最近的戴亚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，结果他自己也被炸飞，紧接着就有更多的小机器人直冲他而去。燃烧的小机器人紧紧地扒住戴亚的机甲，只觉同步里传来安琪焦急的声音，和前方的小机器人对视的戴亚也情不自禁喊了安琪的名字。下一秒，小机器人连同戴亚和机甲一起爆炸，不远处的军团也逼近了鬼火。鬼火的机体打开着，他知道自己没救了，但还是掏出手枪战斗到了最后一刻，然后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。顷刻之间，先锋队就失去了2位同伴。等到战斗结束后，星爷请求雷娜断开联系，因为他要做一件残忍却必要的事情，他不能让戴亚成为军团。然而雷娜却并没有接受他的好意，作为管制指挥官的他有责任与自己的战士一同担起这些罪恶。于是星爷对准戴亚直接开枪，下一秒却听到了什么声音一样望向了远方。他听到了哥哥喊自己的名字，哥哥在责怪他。哥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错，包括父亲和母亲的死以及他之后的死，这些全都是他的罪孽。曾经那个对他哪怕白皙中都很温柔的青年，如今歇斯底里的嘶吼着，恨不得手刃自己的亲弟弟。另一边，雷娜又去了闺蜜那里，闺蜜照例拿出了小蛋糕犒劳她，而且今天还是雷娜的生日，阿妮塔特地准备了生日礼物。雷娜对这些已经提不起兴趣了，这次来是想问作为研究员的阿妮塔一些问题，如果因为使用直觉同步造成了一些精神方面的影响，需要怎么做？阿妮塔无情地表示，如果是八路的话，直接把脑袋掀开来个彻底检查就行，如果是管制指挥官，那就立即送医检查，然后调去别的部门。得到答案的雷娜连蛋糕都没吃就匆匆地离开，她向准将汇报了这场战斗的结果，目的是为了申请能与长距离炮击型射程相当的迎击炮，如果那个时候能开炮迎击，或许戴亚和鬼火也就不会死了。结果准将表示，迎击炮离前线太近，对他们共和国军队来说太危险，说什么也不肯同意雷娜的申请，反正86是能替代的，而他们共和国的军人不能。他还教育雷娜不要再袒护86了，做好他该做的事情就行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确认军团正在第一战区附近建设新的据点，希望雷娜命令战队全机前往目标据点将其歼灭。雷娜被准将的无情震惊到了，先锋队现在就剩这么点人，上面不仅不给他们人员和资源补给，还让他们马不停蹄开展下一场战斗，这不摆明了让他们去送死吗？偏偏雷娜无法拒绝上面下达的任务。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星爷，星爷对那个据点也早有察觉，还知道那其实是军团设下的陷阱，但放着不管以后会更危险，不如一鼓作气将其摧毁。雷娜有些愧疚没能帮他们争取到迎击炮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大家对这位指挥官的成见没之前那么深了，所以并没有对雷娜的失败冷嘲热讽。星爷还特地延迟断开连接，和雷娜多聊了一会儿，安慰她。不过先锋队一下子少了2个队员，接下来的战斗中每个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了。星爷更是直接007，毕竟他随时都能听见亡灵的声音。
雷娜向大家保证自己一定会尽快申请人员补充，第二天直接去找了准将，这次都不惜走后门，不叫准将叫叔叔了。准将们告诉他，东部战线的补给计划以及处理中断的补给都已经决定好了，雷内的请求自己会帮忙转达。雷娜这才放下心来，作为回报，他答应了叔叔的要求，好好的作为米利结家的亲戚参加革命祭。祭礼当天，为了防止别人来搭话，雷娜特地穿了一身黑。没想到宴会中途，星爷突然连接了过来。原来之前那个雷娜都是这个点跟他们唠嗑的，今天没唠还有点不习惯。星爷就问问咋回事，然后感谢雷娜送去的烟花，那可是雷娜贿赂安检士兵送到前线去的。他希望先锋队的战士们也能一起享受革命祭，甚至想直接跑去第一战区和大家一起看烟花。星爷还告诉雷娜，安琪刚刚第一次哭出来了，他总是习惯自己一个人承担。戴亚死后将所有悲伤憋闷在心里，表现出一副正常的模样。多亏了雷娜送来的烟花，总算让安琪的感情有了一个倾泻口。不远处的烟花绽放得越来越灿烂。星爷突然问了雷娜一句，少校可否不要忘记我们？雷娜毫不犹豫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，然后保证在那之前自己绝不会再让他们死去，不会再让任何一个人死去。星爷他们收到战备物资的时候，还多了一箱不知道什么东西。运送的士兵对他们嫌弃的破口大骂，让他们好好感谢他们的主人。星爷打开一看，发现是一箱烟花。本就暗恋星爷的可雷娜越看雷娜越觉得不顺眼。其实他们先锋队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过雷娜，因为要是说了，雷娜很可能之后就不会再联络过来。可雷娜觉得说不定那样对双方更好。安琪自然看透了可雷娜的小心思，但那件事说出来只会伤害到雷娜，大家都不想伤害这个善良的指挥官。安琪一边说一边撩了下头发，隐约约露出背上的一些痕迹。以前安琪很介意让别人看见那个痕迹，所以从来不和其他女孩子一起洗澡。不过现在女生只剩下她俩了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安琪还记得大雅第一次见自己的时候，就夸她的头发很漂亮，明知道她是有意遮掩才留的长发，就问她是不是因为头发很漂亮所以才留这么长。现在戴雅已经不在了，安琪继续在意下去也没有意义。而可雷娜第一次对星爷心动，大概是亲眼目睹了他了解同伴的模样。他知道就算是死，这个人也能带他们离开这里。可那样的话，星爷该怎么办呢？星爷的心灵又能交给谁呢？拿到物资休整之后，星爷他们就出发去镇压军团据点了。星爷一再提醒同伴们，据点只是诱饵，要时刻注意周围伏兵的动静。这是一场无比激烈的战斗，他们还遭遇了迄今为止从遇到过的超长距离炮击型的轰击。雷娜下令直接撤退，他们好不容易在摆脱追击找到了能休息的要塞。雷娜在那边慌慌张张地说，今天一定要进行人员补充。明明准将也说人员补充的计划已经决定好了，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必须得说出来了。星爷告诉雷娜，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济于事，补充是不会来的，他们都会死，因为这个部队就是86的雏形厂。准将说的补充其实是在他们死后的先锋队继任者，之前送来的全新破坏神就是给他们用的。白系种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86放出86区，退伍前的5年把只要战斗就能获得自由作为诱饵进行征兵，然后卸磨杀驴，过河拆桥。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在多场战斗中存活下来的老兵，在其他86眼中简直是英雄一般的存在，再加上脑子好使，很容易就能掀起叛乱。共和国是不会让他们成为叛乱的火种的，就让他们辗转各个战况激烈的战场，如果还没死成，就送到先锋队，让所有战队成员战斗至全灭。等他们全灭后，又会有一批新的86被送过来继续接受处刑。雷娜又震惊又气愤，这不是明晃晃的屠杀吗？事到如今，他居然还对他的国家抱有期待，只能说确实天真。而大家都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，想向共和国复仇也不难，直接放弃战斗，让军团直接碾压过去就行了。只是即便是无恶不作的共和国，也有令他们牵挂的普通民众。莱登在19岁之前被第9区的一个婆婆藏匿保护着，养大些的是一位拒绝搬离强制收容所的神父，还有塞欧特的狐狸队长。就算是白系种里绝大部分都是人渣，其中也有他们觉得不必去死的人，所以他们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要是因为被人渣以人渣的行为对待就以牙还牙，那和人渣有什么区别？还不如不断战斗，至死方休，顽强的活下去。这是他们战斗的理由，也是荣耀。虽然从结果来看还是保护了那群白猪，但也无所谓了。不知不觉黎明将近，大家也都坦然地准备好面对他们的结局了。